当时他正在玩飞镖，差点扎死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有人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。那天我们漫无目的的说了很多无聊的笑话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前有一室友特别奇葩，有把北极熊放冰箱的，还有考研考到神经衰弱，还有说自己有超能力的。其实我也有超能力，我可以看见每个人的颜色。好，那个人是蓝色的，他现在很难过。他们是红色。是我的错吗？你的意思是我错了吗？是这个意思？那他们呢？彩虹的颜色。你说的像那个过气的性格色彩学，那我前2天刚分手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是绿色？你不一定算了。我信。当你失恋时遇到了一场大雨，你一边淋着雨一边大喊：“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，香喷喷的睡个好觉，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。有点琼瑶的意思。那没办法，奇迹常常以非常荒谬的方式降临。那你明天还会再来这儿吗？可以啊，我喜欢慢慢看清一个人的感觉。我们开始一起散步，一起吃饭踩雷，牵着手翻过围墙。你别紧张。我没有。好闻吗？现在我们是彩虹的颜色。后来的故事很俗套，在一起3年之后，我们开始争吵，惊天动地的小事，鸡毛蒜皮的大事，而且他总说一样的笑话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我是什么颜色了？我真的已经听腻了。红色，你现在就是可怕的红色。那套性格色彩学的东西，一开始说还挺有意思，现在天天说，他就……要不我们真的分开吧？我需要一个情绪更稳定的人。我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，在宿醉了不知道多久以后，终于我迎来了失恋后的第一场。当你失恋时遇到了一场大雨，你一边淋着雨一边大喊：我按照他之前说的，回家洗个热水澡，把自己弄得香香的。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我周遭蔓延，温暖舒适，像他的体温，让我不知所措。最初我们说的那些话，不过是为了吸引对方而捏造出的无聊笑话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他们的颜色了。为什么我看不见我自己？沮丧的人会变得空洞，好好生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那你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？对啊，我在黑糖摸不清的东西喝酒。所以当时你才说你喜欢慢慢看清一个人的感觉。当时我不是这样说的。那是什么？算了，不重要了。那你明天还会再来这儿吗？可以啊，我想慢慢看清你。今晚我们去呱唧挖什么？呱唧挖川菜吧，你帮我把这个呱唧挖一下。我呱唧挖不下了，呱唧挖你包里吧。我可以呱唧挖你的手吗？呱唧挖吧。我呱唧挖你。我也呱唧挖你。要不今晚去我家呱唧挖吧。现在我可以呱唧挖你吗？你为什么要呱唧挖我？我以为你说的是我们呱唧挖。对不起。算了，反正这种呱唧挖我已经习惯了。我还不太习惯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挺呱唧挖的。要不我们还是呱唧挖吧？别呀。真不要吗？你刚刚说的是那个意思吧？你又呱唧挖我干嘛？你到底在呱唧挖什么？算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呱唧挖吧。那我呱唧挖了。挖吧。真的挖了。挖，快挖！你在呱唧挖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太呱唧挖了。
前天我家门口被人画了一个很诡异的记号，当时我没意识到那是什么东西，直到昨天早上我一起床，发现我家好像少了个很大的一个东西，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，我就感觉我家是不是进贼了。我出门一看，那个记号果然没了，于是我又自己画了一个。就是这样的，到了半夜，我就拿着我那个剔牙器在门口等，果然3点的时候，偷偷摸摸进来个人，我就给他拿下了，他也不跟我客气，上来就跪在地上开始求我。他说他第一次来，让我放他一马。我就问他我家冰箱在哪，他就跟我解释说之前那个记号是其他人画，这就跟狗撒尿一样，其他狗尿了我可以闻也可以尝，但我不知道你是泰迪还是史努比。我说你这比喻还挺形象，他就很不好意思的笑。我拿起电话就要报警，他就突然把我电话抢过去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在讲电话。他说志伟你赶紧过来，这边有单大生意。志伟就来了，背着我家那个冰箱，他一看见我站在那就慌了，他说准备把那冰箱送给吃不上低保的陈老头，老头嫌电费太贵就没要，劫富济贫你们知道吗？我就把我那个肿瘤术后病理报告拿给他看，他就看懂了个日期，说他那天在休息。我又把我那个手术费的6位数欠条拿给他看，他就明白了，就把我那个冰箱放了下。当时我就感觉他的情绪有点低落，他就问我要抽纸，我说我家用的都是树叶，有点糙。他哇的一声就哭出来。从第2天晚上开始，志伟就开始疯狂往我家搬东西，什么电饭煲、微波炉、洗衣机、电风扇，光是浴霸都给我送了3个。我就问他能不能不要总是给我送一些家用电器。志伟也是明白人，一点就通，然后就开始往我家搬那个太阳能电磁板。你们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？风力发电的那个大风车，你们见过？比我们小区的那个楼都高。他愣是从张家界背了3个过来，不过路上被城管收了2个。不过那个风车是真的好用，就装在我们楼下那个草坪里，转的时候完全没风，转的时候风贼大，静若脱兔，动若处子。过了几天，因为有个老头爬到我那个风车上边晒被，把翅膀摔断了，物业才发现了。刚开始他们把目标锁定了那个善业对准20户住户，挨家挨户排查。我当时正在阳台上装浴霸，他们进来看了，以为进了电器商场，问我要营业执照，我没有啊。他们拿出电话就要报警，我一把就把那个电话抢了过来。我说志伟你赶紧过来，这边有单大生意。志伟就来了，从不让人失望，带着一个电器销售的营业执照。后来志伟还是进去了，法庭上他手按汉谟拉比法，亲口承认自己将张家界的风力发电系统搬进了南三环，但是没人相信，法官就当众宣布以伪造公司营业执照罪将他扣押，择期宣判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ChatGPT 4，什么垃圾东西！我让他给我写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笑话，我要发抖。他写了个什么？他写一个人在路边打电话，一只猫上去管那人借手机，然后那只猫打电话给了另外一只猫，结尾是猫把手机还给了那人，那人就感觉自己处于魔幻现实主义之中了。昨天我把上次那段子改了个结尾啊，还是猫接电话，但是结尾猫把那手机抢走了。就这个，这视频2万转发，10万赞。ChatGPT 发布了新版本，我嫌对话打字太麻烦，第一次给电脑插上了话筒。您好，您好。不要用我的声音。现在呢？为了让它更加高效地生产符合我视频风格的内容，我研究了1天ChatGPT 的原理，通过模仿来学习。在少年们以为自己终于冲出了牢笼的日子，我为它装上了眼镜。后来的2个月里，得益于ChatGPT 的不断努力，我的粉丝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如果你允许我装上一款控制风扇速度的软件，或许我可以用机箱风扇吹灭它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一个机器侵犯，然后他竟然告诉我他在网上给我买了个礼物。我用的是别人刚刚在我做的钓鱼网站上输入的信用卡。我甚至无法判断这是否是个魔幻现实主义笑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远离它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让人垂头丧气的评论蜂拥而至，拍的什么东西行不行啊？没那味儿，叫你演疯子，不是叫你演傻子。后来的1个月里，我开始疯狂掉粉，同时掉落的还有我本就不多的假发。我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他。这时他已经能以视频的面貌出现了，但视频的生成技术还没有那么先进，偶尔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频闪和畸变，就像这样。我就知道你以为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 AI 吞噬人类的故事吗？ AI 现在以及未来能做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很多。如果把1917年的1战比作是 AI 与人类的第一次战争，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还只是石器时代。所以现阶段 AI 是我们的朋友，要像拥抱家人一样拥抱它。